击落伊斯坎德尔 ZU-232 高射炮震撼俄军。阿汤哥壮志凌云2上映时遭影迷怒怼，一架上古时代的 F-14战机凭什么双杀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的苏57？科幻片都不敢这么拍。然而事实证明，现实远比电影艺术更加夸张。9月份，一枚俄罗斯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在空袭基辅的途中，突然被一门20世纪60年代的 ZU-232 高射炮击落。你没有听错，一枚比你父亲还老的高射炮击落了俄军引以为傲的伊斯坎德尔。那么这枚古董级的高射炮是如何击落伊斯坎德尔的？乌军这次以小博大，又为何被认为将对俄乌战争产生深远的影响？9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统旅在 Telegram 频道上公布了一条让人惊掉下巴的视频。乌军仅使用一门1960年代的23毫米高射炮，就将一枚伊斯坎德尔 K 导弹击落。别说浏览视频的人不信，就连击落导弹的英雄自己都难以置信。该旅在视频下方激动写道：“用一枚比你父亲还老的炮弹击落一枚巡航导弹，需要极强的运气和高超的技能。在敌人最近一次对首都的空袭中，我们防空导弹炮兵营的战士们做到了。”事实上，这话并不夸张，甚至还保守了。这就好比投掷手榴弹炸毁低空飞行的战机，绝不可能只靠运气和技巧。首先，俄军因伊斯坎德尔突防能力强而放松警戒，因而未启用末端机动规避。其次，乌军士兵通过长期训练，熟练掌握防空炮的操作技巧，以及跟俄军导弹3年多的作战经验，最终在极短窗口期完成拦截，种种条件缺一不可。最后，当我们对其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战果甚至能称为奇迹。作为俄军导弹家族中的王牌，伊斯坎德尔导弹时速高达900公里，打击范围超500公里，更不用说威力更大的 K 型导弹。据称，该导弹的改进型射程甚至高达2500公里，加上6到7米的飞行高度，大大增加了传统防空导弹系统的拦截难度。哪怕是目前最先进的拦截系统，也需耗费较大成本才能勉强将其斩于马下。此前有报道称，俄军在夜间的大规模侵略中，使用一枚伊斯坎德尔 K 击中了乌克兰内阁大楼，导弹还携带了450千克的弹头，虽然未能引爆，却足以看出拦截这枚导弹的难度之大。从另一处报道上，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伊斯坎德尔的恐怖。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已经批准俄罗斯向古巴和多哥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向两国提供军事援助，而且很大可能是援助伊斯坎德尔导弹，用来回应美军向乌克兰提供战斧。也就是说，对俄罗斯而言，伊斯坎德尔有着与战斧同等级的军事战略地位。因此，这次袭击基辅的行动中，傲慢的俄军以为凭借伊斯坎德尔 K 强大的性能能够无视乌军的防空系统，于是有恃无恐地朝目标发射导弹。结果还不用乌军防空系统出手，老旧的高射炮就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从乌克兰总统旅公布的现场画面看，伊斯坎德尔 K 以极快的飞行速度朝着目标横冲直撞过去，几乎无视地面的试图拦截的防空炮。就在这时，总统旅的乌军士兵开始熟练抬起一门名为 ZU-232 的高射炮。如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这画面实在诡异。一台半截身子入土的高射炮想阻拦时速900公里的导弹，先不说炮弹能不能碰到伊斯坎德尔 K， 操作炮台的士兵能否看到导弹飞过，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这不可能的奇迹却在眼前发生了。英勇的乌军不但定位了导弹的轨迹，还击中了导弹。画面的最后，伊斯坎德尔 K 被炮火击中后，在空中瞬间爆炸坠毁。那么，这门 ZU-232 防空炮到底是什么来头？比起风光无限的伊斯坎德尔 K， 将其击落的 ZU-232却多少有点上不了台面。首先在年龄上说 ZU-232 是老古董，一点都不夸张。ZU-232 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研制流程，1963年首次投入使用。总统旅称其比你父亲年纪还大的机炮，实则不太准确，应该是比大部分人的爷爷年纪还大的机炮。ZU-232 最早的设计目的一般用于攻击 2.5 公里内的低空飞行目标以及2公里内的装甲车辆，有时会直接用于防御由直升机和低空飞行飞机发动的空袭，或者保护部队和战略要地。恐怕研发人员想破脑袋也不会知道，半个多世纪后，这门专门设计用来打直升机的防空炮，竟然将不可一世的先进导弹给放了下来。其次是在配置方面 ，ZU-232 通常安装在一辆小型拖车上，同时安装2门23毫米的机关炮作为补充火力。不过其射速为每分钟2000发，有效射程仅为 2.5 公里。值得一提的是 ，ZU-232 的瞄准系统采用了手动瞄准，准头高不高，大部分靠士兵的手感。
不过偶尔可以借助 ZAP-23 光学机械瞄准镜，使用手动输入的目标数据进行有限的自动瞄准。当然，有限的自动瞄准也代表着更有限的准度。不过这些都还只算得上小问题，真正要命的是 ZU-232 的每根枪管发射完一定数量的子弹后就会变得过热，因此需要经常更换枪管。也就是说，顶着枪管过热、手动瞄准以及古董机身等等劣势， ZU-232 击落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中的一种，真应了那句话：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但在彻底凋零前，依旧能轻松教训所有新兵。作为60多岁的老古董 ，ZU-232 也早就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但他之所以迟迟没有退役，在于其操作简单且火力还算强大。不过介于其年事已高 ，ZU-232 多用于防御阵地突击战，不求他能将敌人的核心武器击毁，能顺利完成火力掩护任务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当然，这只是最表层的原因。吴军之所以继续让其保持服役状态，最深层原因恐怕在于他那辉煌的战绩带给乌军士兵们的信任感。ZU-232 于1960年首次进入部队服役，不过苏联一直都留给自家陆军用，直到1965年起，苏联才开始向越南提供该武器，而这也是 ZU-232 发家的起点。在越南战争中，23毫米的 ZU-232 与37毫米的 M1939 型高射炮并称越战双骄，是越战中最常见的高射炮。据数据分析统计，在整个越南战争中，美国空军83%的损失来自地面火力。随后的黎巴嫩战争中 ，ZU-232 备受交战双方青睐。事实证明，装备 ZU-232 的战车或皮卡在城市作战中总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战效果。例如，在火力支援与防御掩护上，几乎少有机炮能与 ZU-232 相比。到了阿富汗战争 ，ZU-232 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苏军通常将其部署在占领区，用以巩固阵地，并进行静态防御和直接火力支援。把 ZU-232 摆在那里，几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991年的海湾战争 ，ZU-232 也没有缺席，它成为了伊拉克军队最喜爱的武器。由于 ZU-232 对快速移动的喷射机无法起到很好的打击效果，因此伊拉克士兵更热衷于将其用来对付步兵与轻型敌方车辆等地面目标。至于后来的利比亚内战 ，ZU-232 更是大发神威，它同样被交战双方广泛使用，经常安装在改装皮卡车上，几乎神挡杀神。随后叙利亚内战中 ，ZU-232 还击落多架叙利亚空军直升机。总而言之 ，ZU-232 的光辉战绩印证这款武器拥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异性能，这也是乌克兰士兵面对来势汹汹的伊斯坎德尔 K 依旧敢于亮剑的真正原因。当然，价格低廉和操作简单也是其至今还被乌军使用的原因。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军便开始在反侵略战争中使用该炮，专门针对地空无人机。且取得丰富战果，同样验证这门年过60的老古董，如今依旧拥有快速部署与灵活作战的能力。综合对比看，在俄罗斯军火库中，伊斯坎德尔 K 通常被用于攻击基辅具有高价值防御能力的目标。这次被乌军用专门击落无人机的高射炮击落，远不是一句阴沟里翻船能够形容的。其实就火力军而言 ，ZU-232 打下伊斯坎德尔 K 应该是乌军在3年多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成功的军事行动中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是目前乌克兰以逐步摸索到的攻克俄军的方法，那就是以小博大。当然，这个以小博大并非每次都祈求 ZU-232 这样的古董武器突然爆走，而是从俄军最难以防范的弱点切入，用最低成本的军事武器获得最高价值的战略收益，给予俄军最沉重打击。用廉价的 ZU-232 击落俄军造价昂贵的伊斯坎德尔 K， 在俄乌战争中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因为乌军向来喜欢创造以小博大的奇迹。例如最为知名的蛛网行动，乌克兰仅动用100架无人机，通过1年多的策划，就成功摧毁了俄军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战略轰炸机。俄军的几大军事基地被炸得遍地开花，当然是火花的花。当时便已有媒体惊呼，乌克兰成功的用相对微不足道的成本换取了对俄罗斯的巨大打击，堪称以小博大的典范。但古董机炮击落俄军先进导弹的事件却表明，一次以小博大是意外，但2次、3次甚至10次就是战术的必然了。而这正是乌军的不对称作战战术体现。所谓不对称作战，即乌军利用自身优势和技术创新，针对俄罗斯的弱点和漏洞，采取的一系列非传统、非对称的作战方式和策略，以弥补自身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不足。除了已经提到的蛛网行动，乌克兰还启动了无人机线项目。该项目旨在沿着前线建立一个50公里深的杀伤区，利用大量战术侦察和攻击无人机主导战场，也就是无人机蜂群战术，将冲突转变为一种类似一战、堑壕战的静态消耗战，以低成本的无人机来
弥补其在常规火力上的劣势。毫无疑问，乌军的每一次以小博大，都是从这种不对称作战思维入手，放大自己的优势，着重挖掘俄军的劣势。例如，乌克兰特种部队对格雷德号导弹舰的袭击，该导弹舰的导弹射程在600公里至1000公里之间，被誉为小船扛大炮的典范。俄罗斯媒体曾表示，该舰经过升级后可以发射锆石超音速导弹，能对波罗的海的北约防线构成直接威胁。事实却证明，小船能扛大炮，却扛不住乌军无人机的精妙协同打击。此外，俄罗斯安第平斯基炼油厂也被乌军无人机予以了正义打击。乌克兰无人机编队在夜晚悄然掠过乌拉尔山脉，对这座年产能750万吨的能源枢纽进行了重创。尽管俄军宣传成功拦截袭击的无人机，但现场火光冲天的画面却表明，炼油厂的核心装置实际已被破坏，生产基本陷入了停滞。别说炼油了，就连后续能否重新运转都是一个大问题。毫无疑问，这几次袭击都展现了乌克兰超乎预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同样也说明乌克兰在防空和无人机作战上拥有着难以想象的多元性和韧性。这方面，除了美欧盟国援助的功劳，乌克兰军方也在持续开发着更具成本效益的不对称反制武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乌军第28独立机械化旅近期公布的普罗米修斯地面遥控防空系统，便淋漓尽致地凸显了不对称作战这一特点。据相关媒体报道，该系统能以更安全、更经济的方式反制俄罗斯的空中威胁。那么，它能否像 ZU-232一样取得以小博大的惊人奇迹？提到俄乌战争中的普罗米修斯，不少人恐怕首先想到了俄军使用的 S-500，该防空系统同样被称为普罗米修斯。与 S-500不同的是，乌军的普罗米修斯不但造价更便宜，而且适用性更广。据第28独立机械化旅透露的信息，作为配备肩射防空导弹的小型无人车，普罗米修斯的作战范围覆盖整个前线，甚至还可以在灰色地带进行作战，然后对敌方的空中战机予以迅速打击，不会危及后方的操作员。此外，普罗米修斯的传输系统采用了专有的数字无线通讯技术，可实现无人机与遥控器之间远距离高清低延迟的视频传输，同时还采用了跳频和多频段技术，可自动适应干扰，保持稳定的连接。总而言之，普罗米修斯完美适应了乌军对不对称作战的实际需求，廉价、便捷和实用性强的特点，便吊打俄军许多华而不实的武器装备。虽然目前还没有该无人车的实际作战数据，但不难想象，当乌军将其投入到战争中，俄军空中战机几乎难以安稳飞向乌军后方，更不必说对后方进行破坏。通过自适应干扰技术，普罗米修斯几乎能无视大部分的通讯干扰设备，继续稳定执行自己的作战任务。最可怕的是，它还很廉价。在战场中，廉价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它还代表着量产，更不用说是可能带给俄军最沉重打击的量产武器。目前的乌军能频繁击退俄军的袭击，甚至发动许多成功的奇袭，类似普罗米修斯和 ZU-232式的武器功不可没。它们的共性是廉价，但另一个特点却是极强的实用性。正如俄军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打下伊斯坎德尔导弹的究竟又是哪个物美价廉的武器。总之，在俄军没有停止侵略前，只会收到越来越多来自乌军的神秘小惊喜。好了，关于古董机炮击落伊斯坎德尔 K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从战争中无懈可击的防空武器，到濒临退役的爷爷被击炮，再到击落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之一的传奇老兵 ZU-232的故事，足以写成一本厚重的史诗巨著。而各位观众又是如何看待乌军这次震惊世界的防空行动的？您认为在未来的战场上，乌克兰以小博大的战术又将带给俄军怎样的打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分享。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